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机智强的变形金刚老资历玩具分享时间。这玩意说实话也真是老资历了，这隔到现在就差不多今年26年，马上20年年头的东西。等等我看看，我看它身上的产品信息，说不定这逼玩意真是20年前的东西，因为这个玩具有可能是06年就做的，还真是啊，06年孩之宝出品，那这玩意还真是20年老资历了啊。挺抽象的这么一个东西的，那就是07低级别的吵闹，一款哪怕是岁月无限冲刷也无法影响这个逼东西的价格，就依然保持50块钱一个不动摇。说是为什么这个模具价格这么便宜呢？一方面是当时代工确实是在国内货多的不得了，什么美版、日版、原色、沙漠色啊，根本买不完，更别说还有那种玩起来非常舒服、变形简单、造型抽象的那个 FAB 飞本级那个吵闹。而那个飞板级吵闹甚至也是2个配色，更不要说马上这个模具还会迎来一个极度重量级的优秀 L 级玩具，那就是07 L 级的吵闹。所以说这玩意真是夹在时代的夹缝里卡不出去的。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它的比例非常之尴尬，电影里这玩意还挺大一坨的，那在玩具实物它就是个低级，而且是放在当时都算小的低。你想知道它的这个尺寸究竟有多小吗？我这里来拿出 SS 的救护车过来比较一下， SS 的缩水低级都比这个哥们你脖子怎么回事？等一下， SS 的缩水低级都要比这个吵闹高上一个头，所以你知道这小老弟不太受人待见的原因大概也不过如此了。那我要说的就是，虽然这个模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玩具。怎么说呢？情商高一点就是你玩到了一个缩小简化版的官方出品的L 级吵闹，这么一想好像也不是不行。造型方面的话，那基本上继承老一辈玩具的全部的这个缺点了，就是要造型没造型，要设计也没多少设计，反正凑合着玩就是了。为什么说这个吵闹没设计呢？是因为它的这个肩膀部分啊，居然是靠一个简单的凸起凹槽来做结合的，那么大一坨背包你就只靠这个凸起凹槽来做结合，你开什么玩笑？所以就会导致这个吵闹的手臂非常的松弛。这背包呢，基本上稍微动一动就直接带掉这个手臂了。玩的时候这里这个零件还老是脱落，就各有各的不爽。这地方如果是一个倒钩就好了，就是这么个问题。那别的呢，就是造型嘛，这整个玩意放到这里转一圈就知道啊，完完全全的一坨，跟还原不能说八竿子打不着边嘛，只能说脑袋就是一眼看过去，那反正我们真人电影线埃布拉姆斯狂派也没几个人，就你这脸一看就是吵闹啊，也不会再是别人了。配件方面有一根弹射的小导弹，但是鉴于这个模具我买了很久，所以那个睾丸一样的东西不知道给弹到哪里去了。好像这个炮管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个零件来着？我靠，我做视频的时候才想起来，但是这个零件好像也不见了。然后这玩意是能拆下来的，我不太清楚拆下来的意义是什么，可能是，毕竟我不是全新买的，我有点说不清楚，是包装盒里面这个炮管就是单独分件，还是和方便这个维修，还是怎么着的？这我就不懂了，还真不懂啊，兄弟，有没有懂个说一下这个炮管插拔是什么意思？然后肩膀这里后背这里的2个导弹倒是刻画的没什么毛病，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调整，就比如说哪边当头哪边不当头，那我就无所谓了，我可能会喜欢这样摆一点，因为这样的话自己导弹可以动一动，还是有点可动的。另外一只手呢，就是一个很标志性的这个配件了，是一个爪子加一挺机枪。虽然这个机枪呢基本上全部都打到这个爪子上了，不过无所谓，造型还说得过去，至少乍一看挺像那回事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臂崽子吵闹，它这个身上的黑色涂装，尤其手臂上这里的黑色涂装上得很厚，在光照下面还挺有光泽感的，趁着这个不多的细节刻画的，甚至让我觉得还挺顺眼的。所以说我甚至觉得这个模具作为玩具来说还挺好玩的。那下半身就不用看了，纯搪刺傻逼腿，这腿做的已经烂的没边了，没什么好讲的。脑袋这里的话就很不错啊，是一个很漂亮的红色透光眼，光泽感很强，然后整个头雕的神韵呢拿捏的也还不错，反正乍一看一眼过去就知道这是吵闹，也不有别人的。胸口这里的这个扫雷耙也有，没什么毛病。然后标志性的这个履带的肩膀呢也都给做出来了反正这个模具的缺点就是设计不太行当然这个设计不太行整的就是整体的还原度把玩体验什么的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那可动性最后看一下吧，反正这玩意说实话也没什么可动可讲的。脑袋算是2个关节啊，一个是球关节，一个是变形的关节，所以这个脑袋的可动性还可以，摇一摇晃一晃没什么问题。然后肩膀这里好像是有点说不清楚，等一下变的时候再说吧，好长时间没玩了。肩膀这里球关节旋转啥的都没什么毛病，你甚至可以借由这个不太好扣的这个肩膀的卡扣啊，是吧，多摆一点姿势什么的也不是不行，角度限定嘛，自己找角度就是了。然后平台抬到这里差不多得了，大臂的平转跟曲肘呢就在一个位置上，然后平转甚至还会因为造型原因给干涉到。手呢就没什么可动了，我只能说这种老逼灯玩具当年没给你偷胶就已经是够仁慈了啊。另一只手呢是一个炮管，电影里面好像不是这样的啊，不过玩具是这样的，我有理由怀疑以前的早期设定一只手是坦克炮管的。你还别说，我更喜欢一只手是坦克炮管的这个设计，还挺帅。腰部我总以为这个模具有腰转啊，那事实就是它有分件，但它确实不能转，所以深表遗憾。前踢后踢会被这个背包挡住，侧踢你没有看错兄弟，这个玩具的侧踢甚至是靠这个膝盖来完成的，踢得极其丑陋。这就是为什么我有点不太想谈下半身的这个可动变形或者造型什么的，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一坨屎好吧。屈膝虽然是90度，但是碍于这个造型，你是真的摆不出什么有用的姿势。那以上呢就是这个07低级吵闹的全部可动了。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它的变形设计吧。有一说一，玩起来还行，虽然仔细想想确实不怎么地就是了。那第一步呢，就把这个背包解锁开之后呢，整个的这个东西啪一下给它拽开啊，拽开。07的老垃圾都知道这个炮台是要转的，怎么你妈 SS 不知道呢？啊，这 SS 怎么做了个履带不能转呢？还有穿帮的坦克呢？要不是因为你 SS 造型做的还行，我高低得骂你两句，做了一坨狗屎。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借着这个旋转关节去把这玩意儿炮台给它转到后面去。好像仔细想想，这东西变形还真挺简单的，已经是那种思路特别清晰的玩具了。那我们先从下半身开始变吧。下半身它的小腿是这么一个弯斜着的造型，我们只要把它推正就行了，咔一下给它推正。推正完之后，把这个水箱还是副油桶的东西外挂的玩意儿给它放直。因为这个模具几乎是靠这个油桶来做站，就是来支撑的，所以这个玩具的重心其实极其糟糕。这一次做视频都一直握在手里，所以没让你们看到它站不稳的那一面。然后我们把这个下半身，哇，好紧啊，这里给它扣上去。不过我琢磨了琢磨，这老邓模具玩具的这个材质还真挺不赖的。虽然摸起来不是那种手感特别扎实的塑料，但胜在有韧性。过了这么多年还没玩出来什么毛病，也挺好的。那谈笑间下半身就已经变形完成了，讲道理真是一趴变形。那最后呢，我们来处理这个上半身，处理这个背包。这背包变形稍微难那么一丢丢啊，我这里说的难的一丢丢主要是集中在变形体验上。因为就设定上来，就是玩具设计语言来说呢，是让你把这个炮管顶到这个里面去依托这个球关节转一圈，然后把这个东西顶到这个上面，然后你再去收纳一下这个爪子，就很简单，思路很清晰的设计。但是你在玩的时候真的不开玩笑，你在玩的时候能感受到一股浓烈的恶意，就是有的时候变得不太熟练。就比如说像我这种好长时间不玩了之后，有点琢磨不明白这玩意儿应该怎么塞了，就第一时间塞半天，最后啥也没塞明白，说是就这么个问题。那这边呢是要转一圈，然后发现怎么回事，怎么搞不定啊？所以我得琢磨怎么个事。兄弟能扣上吗？可以吗？いいのか？なんで？バカ！貴様強くない啊！哎呦我操 ！Do you speak English？哦，好，看来思路没什么问题，就是体验不怎么好就对了。所以为什么塞不进去？我没变错吧？我操，坏了！孩子们，出了一点小的事故，就这里有点不太好塞。奇怪，我应该没变错啊，这玩意儿是这样，我靠，里面给我逮白痕出来了，别搞兄弟！难道就没有别的机会了吗？肯定不是这样的呀，就是当你知道这个东西确实是
啊，好像是啊，不能说确确实实啊，就大概这个样子往里塞，塞完之后就可以把这玩意儿给它合上了之后，你就发现，诶，怎么并不进去了？就这种感觉，很迷茫，很茫然，但你又不太想承认自己的问题，最后就会得到一个非常糟糕的变形体验。坏了，我连这个炮台都怼不进，怼不直了，我拉不直，伸不长了。对，我们再试一次，让我们重新战斗吧。啊，哦，好 ，OK， 这一次就可以了。这一次顺利的把这玩意儿给它顶进去了啊，顶进去了，看样子是没毛病，思路上是没问题的。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把这个炮台给它啪一下给它啪进去，然后上面这个炮管啊，上面这个小炮台、副炮台也给它转一圈。说实话，兄弟，电影里给这个艾布拉姆斯再加装一层炮台，真的帅的一逼。我记得他们好像采访那个过来当群演的这个美国大兵也说，我靠，他们是怎么想到给这艾布拉姆斯再加一层的双炮台，看着多斩业啊！那最后的效果呢，就是这个样子了。坦克看起来还挺盯真的，一如既往的大毛病就是我仍然想不明白当时的这个设计师是怎么想的，就是他的这个炮台啊，不说炮台，坦克的这个可以说是啊，应该是人上下车的地方之一吧，就这个地方，怎么就脑袋就在这里啪着了？你不管是 SS 也好，还是那个07也罢，07L 也罢，就是他们都好像热衷于用吵闹的脑袋来当那个顶盖。可能是官方的设计吧，我有点说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印象啊，他设定稿里面有这么一段，不过设计师是这么干的，所以我就默认了。仔细看看这个坦克的完成度还算挺高的，基本上裹得严严实实，穿帮的东西不多，造型也挺像那回事，迷彩、狂派标志是吧？整个屌玩意放到这桌子上还挺像那回事的。总而言之，是一个还算好玩的玩具，价格的话也这么多年。也没随着通胀是吧涨价，反正就50块钱。你现在去买估计也就是50块钱，没什么毛病。二级市场上一大堆。那 OK 兄弟们，今天这一期0级低级别的老逼灯吵闹就介绍到这里了。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考虑是吧，50包邮买一个玩一玩图一乐。那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